赵远林，你就是个没用的草包！要不是为了给金宝落户，谁稀罕嫁给你这个满身泥腥味的庄稼汉？实话告诉你，金宝是我和眼里的孩子，你那个亲生的早就烧成灰了，那是他活该，谁让他挡了金宝的路？远林叔，救救我！凄厉的叫喊声伴随着滚滚浓烟，仿佛铁锈般的腥甜味直冲脑门。恨，滔天的恨意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骨头。我赵远林为了这家人当牛做马一辈子，供养奸夫陈延礼当官，把野种赵金宝宠上天，甚至在火场里舍命救下赵金宝，任由亲生女儿被烧死。可结果呢？我落得个家破人亡，在大年夜被那对奸夫淫妇赶出家门，活活气死在雪地里。我猛地睁开眼，胸口闷得发烫，四周不是死后那片冰冷荒凉的虚无，而是1985年盛夏那闷热潮湿的土屋，耳边仿佛还回荡着上辈子亲女儿被活活烧死时的哀嚎。老天爷开眼，竟然让我回到了这一天。1985年6月14日，赵金宝为了铁响声，偷偷在牛棚放炮仗点燃草堆的那一天，我大口喘着气，浑身冷汗湿透了背心。我第一时间冲到土炕旁，翻开那口破旧的红漆木箱，果然里面塞满了赵金宝攒的火药炮仗。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放炮！我一把抓起那些祸根，冲进院子里，直接扔进了盛满脏水的泔水桶里。看着那些炮仗在水里慢慢盛开，我的眼神冷得像冰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我摸了摸怀里，那里有我这半个月偷偷去镇上打散工，帮人扛大包换来的5毛钱。我攥紧了那几枚硬币，快步走出家门，在村口的供销社买了一小块麦芽糖，这是给如如的，我那个被我忽略了一辈子，被李清玉虐待了一辈子的亲生女儿。刚走到院门口，一阵刺耳的笑声就传了进来。金宝真棒，咱们金宝以后是要当大将军的。院子里，李清玉正穿着那身时髦的的确良碎花衫，猫着腰，把7岁的赵金宝扛在肩膀上，玩着骑大马的游戏。快点跑！你这个老马，快点跑！他笑得花枝乱颤，脸上的汗珠都透着一股子献媚的劲儿。这一幕在上辈子我觉得是母子情深，可现在看在眼里，只觉得恶心透顶。李清玉一把将赵金宝放下来。赵远林，你舍得回来了？李清玉看见我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敛去了一半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颐指气使的高傲。去哪儿鬼混了？饭也不做，水也不烧，想饿死金宝啊？他眼尖一眼瞄到了我手里用草纸包着的麦芽糖。李清玉抢也似的夺过我手里的糖，嫌弃的拆开。赵远林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金宝喜欢吃的是城里那种带包装的进口奶糖，这种破玩意儿一股土腥味，那是打发叫花子的。这不是给他的，这是给如如的。李清玉的手僵了一下，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嗓门瞬间拔高了8度。给那个脏丫头！赵远林，你疯了吧？他那张还算清秀的脸瞬间变得扭曲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那赔钱货住在牛棚里，给他吃麦芽糖，那是糟蹋粮食。你有这闲钱，不知道给金宝买斤五花肉补补。你知不知道我平时赚钱养家多辛苦？你一个吃软饭的，居然敢拿家里的钱去喂那个小畜生！赵金宝也跟着起哄，他斜着眼，学着李清玉的样子。就是给那个陪货吃什么的，把糖给我，我要吃。说着，赵金宝冲上来就要抓，李清玉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，可赵金宝刚嚼了2下，就呸的一声吐在地上。苦的，一点不甜。赵远林，你个穷鬼，买的什么烂东西？看着地上被踩扁的麦芽糖，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疼。如如，我那可怜的如如，这时候可能还在牛棚里，然后顶着烈日洗衣服，连口凉水都喝不上。李清玉，我再说一遍，那是买给如如的。我眼神阴鸷地盯着他，一步步逼近。李清玉被我阴冷的眼神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还想打我不成？赵远林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这份安稳日子是谁给你的？要不是我，你还在山上啃树皮呢。又是这套话，上辈子他就是用这些恩情锁住了我，让我心甘情愿把父亲留给我的供销社名额让给了陈延礼。我冷笑一声，将剩下的半包糖硬生生夺了回来。安稳日子。赵远林，从今天起，如如搬回屋里住。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而是通知。你敢？凭什么让他进我的屋？他就该在那牛棚里烂掉！我没理会他的歇斯底里，转身就走。这个家，我1秒钟都不想多待。可没走2步，背后突然传来赵金宝那极其刺耳、充满恶意的干嚎：“没用的狗血！你敢抢我妈的东西！陈叔叔来了，快让他我打断你的腿！”我的脚步猛地顿住。陈叔叔，陈延礼，让他小年纪就学会了不尊重长辈。而这时候，赵金宝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怕了，竟然变本加厉地嚎叫起来。你把我的炮弄哪儿去了？那是陈叔叔送我的，你要是不还给我，我就放火！放火！听到这2个字，我浑身的血液瞬间沸腾。你把我的炮弄
哪儿去了？你个不要脸的下人，赶紧把炮给我找回来！赵金宝在院子里撒泼打滚，那尖锐的嗓门像是指甲划过玻璃，刺得人耳膜生疼。贱人，下人！我站定脚步，缓缓转过身，看着那个还在地上蹬腿的赵金宝。整整7年，我为了养活这个所谓的家，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砍柴，半夜还要给他换尿布和熬米汤。因为常年劳累，我的后腰落下了严重的劳损，一干活就疼得直不起身。我掏心掏肺护了他7年，到头来在他嘴里，我竟然连个人都算不上。而李清玉呢，他非但没有半点教训儿子的意思，反而一脸厌恶地朝我啐了一口。赵远林，你瞪什么瞪？没听见儿子哭吗？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跟孩子计较，真是一点用都没有，除了惹孩子哭，你还会干什么？我死死地攥着拳头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里，钻心的疼却让我保持了绝对的清醒。就在这时，院门口传来一阵自行车铃铛的声音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隔着老就听见小宝在哭，谁欺负我们家小状元了？人还没进院子，那股子虚伪的温柔劲儿就先飘了进来。陈延礼推着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，昂首挺胸地走了进来。他身上穿着那种时髦的白衬衫，领口洗得雪白，脚下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。反观我，身上那件灰扑扑的褂子打满了补丁，上面还沾着刚才干活留下的泥点子，浑身透着股去不掉的汗臭味。看见陈延礼，李清玉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原本泼妇般的脸色瞬间变得温柔如水，扭着腰迎了上去。延礼，你可算来了。那个没出息的，一大早不知道发什么疯，把小宝的炮仗都给扔了。陈延礼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用那种悲天悯人的目光看向我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远林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知道你没读过书，脑子反应慢点儿，不懂现在科技。那炮仗都是正规供销社出的，安全的很。你不能因为自己守旧就扼杀了孩子爱玩的天性啊！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一盒包装精美的进口炮仗。小宝看，这是叔叔从县城给你带回来的金龙土猪，比你之前那些都响。看到那盒炮仗，我浑身的血都凉了。就是这盒炮仗，上辈子被赵金宝扔进了牛棚的草垛里，引发了那场无法挽回的大火。不许给他！我低吼一声，跨步冲上去就要抢。臭要饭的，没文化的东西，你滚远点儿！我才不信你我当我爸爸，你又脏又臭，身上一股猪屎味，带出去都下去丢人！我要陈叔叔当我爸爸，陈叔叔才是大英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冷成了冰。是啊，我脏，我臭。当初我爸留给我的供销社名额，李清玉哭着喊着说陈延礼身子骨弱，干不了农活，求我把名额让给他。我傻呵呵的答应了。结果他陈延礼在供销社坐办公室吹风扇，我却要在地里顶着太阳刨食。他能喷香水，我有干不完的脏活累活。他能带着赵金宝逛公园，我却要给他们一家3口洗臭袜子，做晌午饭。我活生生把自己熬成了一个邋遢的庄稼汉，却成了他们嫌弃我的理由。看着眼前这一家3口如胶似漆的恶心模样，我突然想通了，这辈子老子不伺候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平静的让李清玉有些发毛。既然你们这么投缘，那我就腾个地儿。李清玉，咱们离婚吧。此话一出，院子里瞬间安静了。李清玉愣住了，陈延礼眼底飞快的闪过一丝得意的狂喜，但很快就被他掩饰了过去。远林哥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陈延礼突然红了眼眶，一副受了大委屈的样子。清玉，肯定是因为我经常来，让远林哥误会了。你要是有气就打我吧，别跟远林哥闹，要是害得你们离婚，我这辈子都良心不……他嘴上说着劝和，可那神态分明是在火上浇油。李清玉果然上当了，他心疼的拉住陈延礼的袖子，转头对着我怒目而视。赵远林，你长本事了是拿离婚吓唬谁呢？眼里这么好的人，处处为你说话，你居然还在这儿阴阳怪气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那副德行。离了我，你上哪儿找媳妇儿去？就是你个下人，赶紧滚出我家！赵金宝躲在陈延礼身后，朝我扮鬼脸。我看着李清玉，冷笑一声：谁吓唬谁，咱们公社见。房子的钱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李清玉还没说话，陈延礼又开始了表演。他作势要走，满脸凄凉。清玉，既然远林哥这么容不下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你们一家3口好好过，千万别为了我吵架。延礼，你别走！李清玉死死抱住陈延礼的腰，那模样恨不得当场就跟他入洞房。赵远林，你给我滚进屋去反省！今天没我的允许，你不许吃饭。就在这对狗男女拉扯不清的时候，院子角落那间低矮破烂的牛棚里突然传出了一声微弱的咳嗽。我的心猛地一抽，如，我再也顾不上跟这些烂人纠缠，一把推开挡路的陈延礼，大步朝着牛棚冲去。我发疯似的冲向院子角落那个破烂不堪的牛棚，
还没靠近，一股潮湿腥臭混杂着腐烂草料的味道便扑鼻而来。这地方连村里的牲口都不愿意多待，可我的亲生女儿竟然在这里住了整整1年。微弱的咳嗽声像细针一样扎进我的心窝。我推开那扇歪歪扭扭的木栅栏门，阳光透过房顶的破洞漏了进去，照在那个瘦小的身影上。如如今年7岁了，可看起来像只有5岁那么大。因为常年见不到太阳，她的小脸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蜡黄。此刻，她正踮着脚尖站在湿漉漉的草垛上，正焦急地往外看。见我进来，她先是吓得一缩脖子，随即看清是我。远林说。他仓促的想跳下草垛，却踉跄了一下。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他。远林说：“您别生气，别为了我跟玉姨他们吵架。”他反手抓着我的袖子，懂事的让人想哭。其实我在牛棚里挺好的，真的，这里有干草，还有小虫子陪我玩的，我一点都不委屈，真的。舒服自在。我看着周围飞舞着的足有鹌鹑蛋那么大的毒蚊子。看着他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红肿包块，再看看墙根处还没来得及倒掉的早已发酸的残羹剩饭。上辈子我的女儿就是在这个甚至转不开身的方寸之地，在那个火药引燃的烈焰中，被烧成了一具枯骨。对不起，如如，对不起。我哽咽着，泪水决堤而出。女儿慌了，她那双粗糙的像老树皮一样的小手，笨拙地帮我擦着眼泪，说：“您别哭啊。”是不是玉姨又骂您了？远林叔才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您是全天下最好、最勤快的人，他们都坏，只有您对我好。他贴在我怀里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忽然傻兮兮的笑。远林叔一点都不臭，他们说你一身汗臭味儿，可我觉得你身上好香，有一种像爸爸的味道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彻底碎成了1000万片。如如，听着，以后不许叫我远林叔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亲爸。这一次。就算是老天爷要带走你，爸爸也绝不答应。女儿愣住了，那双蜡黄的小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。她颤抖着嘴唇，细若蚊蝇地喊了一声：“爸，爸。”哎，爸爸在这儿呢。我一把抱起她，像抱着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，大步跨出这满是屈辱的牛棚。可刚走到院子里，李清玉那尖酸刻薄的声音就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：“赵远林，你是不是脑子让驴踢了？把这赔钱货带出来干啥？你知不知道家里现在多紧吧？多一张嘴就要多一份口粮。”他双手叉腰挡在路中间，眼神阴狠地剜着如如。一个捡来的野种，难道还比得上青儿金宝？赶紧把它丢回去，别在这儿碍我的眼！如如吓得浑身发抖，像只受惊的小猫一样往我怀里钻。我安抚地拍着她的背，眼神冷得像刀子，直勾勾地盯着李清玉。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亲生的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再敢骂他一个字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李清玉被我的气势镇住了，心虚的往后退了一步。这时候，邻居们听见动静，纷纷围了过来。李清玉见状，眼珠子一转，立刻换上一副受尽委屈的嘴脸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，哭天喊地。大家伙快来看看啊！赵远林这个没良心的，新章偏到嘎吱窝里去了。我家金宝连单独的树丛没有呢，他倒好，非要把个捡来的赔钱货当宝供着，他还要跟我离婚，要把这个家拆散啊！远林啊，清玉那是为了日子好，你怎么能这么拎不清呢？就是，陈眼里多好的人，还经常帮衬你们家，你对金宝还没人家眼里上心，这像话吗？陈眼里站在人群里，一身白衬衫衬得他像个正人君子。他装模作样的摇头叹气：“各位，快别这么说，远林哥可能只是心情不好。我虽然照顾金宝多一些，但那也是看在咱们两家世交的份上。要是远林哥真的这么容不下我，我走就是了。”这番话引得邻居们更是一阵唏嘘，纷纷夸赞陈眼里大方得体，骂我不知好歹。我冷笑一声，抱着如如直接回了屋。这些烂账，我迟早会一笔一笔清算。进屋后，我把如如安置在椅子上，打算把这些年偷偷攒下的几10块钱和父亲留下的那块金怀表拿出来。可是，当我掀开炕席底下的褥子时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藏钱的布包不见了，那个用红绸子包得严严实实的金怀表也不见了。那是我的命根子，是我爸留给我最后的念想。上辈子李清玉说搬家弄丢了，我竟然傻傻的信了。可现在看着空荡荡的炕面，再联想到刚才赵金宝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，我心头的怒火瞬间烧毁了最后一丝理智，猛地拉开房门，冲着院子里大吼一声：“赵金宝，你给我过来！你是不是偷老子的东西了？”
我冲出房门时，由于愤怒，呼吸粗重的像是一头困兽。院子里，李清玉正一脸心疼的拉着陈延礼的手，嘴里不知在嘟囔着什么温言软语。大画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才是新婚燕尔，而我只是个多余的看门犬。赵远林，你吼什么吼？吓着孩子了？李清玉抬头瞪我，眼里满是嫌弃。我没理他，目光死死定在陈延礼身上。面对我的质问，陈延礼那张伪善的脸僵了一下，眼神飘忽不定，右手下意识地往怀里缩，悄悄去紧衬衫最上面的那颗扣子。就在那一瞬间，阳光晃过，他袖口缝隙里露出一抹刺眼的赤金色，那是金子特有的光泽，更是我刻在骨子里的记忆。拿出来！我声音冷得像冰。元林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陈延礼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，脚下却往李清玉身后挪。我一步跨上前，速度快得惊人，在他反应过来之前，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腕。我让你拿出来！我猛地一扯，由于力气太大，陈延礼衬衫的扣子崩断了2颗，那块闪着金光的腕表瞬间垂落下来，在半空中晃动。那表壳上还刻着我爸的名字缩写，在烈日下显得格外讽刺。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陈延礼慌忙把金表捡起来，戴在手腕上。我死死盯着他，手被青筋抱起。陈延礼的脸色一下铁青，他眼眶一红，竟然当众抹起了眼泪。你别随便冤枉人，这是我自己省吃俭用攒了好几年的钱才买下的。我见你也有一个类似的，还以为咱们缘分深，谁知道你竟然……你瞎说！这是我赵家的祖传宝贝，全宫寿这一块，你上哪儿买一模一样？就在这时，邻居家的胖小子正蹲在墙根吃冰棍，突然大声喊道：“我看见了！”就在这时，邻居家的胖小子正蹲在墙根吃冰棍，突然大声喊道：“我看见了，是金宝哥！金宝哥早上偷偷摸摸把这表塞给严李叔的，他还说让严李叔带他去买那种最响音口大炮仗。”四周看热闹的邻居顿时发出唏嘘声。嘿，这赵金宝可真行，偷亲爹的东西孝敬外人。这陈副主任也真敢拿啊，小孩子的东西也敢要。陈延礼和赵金宝的脸瞬间成了猪肝色。李清玉见状，非但不觉得羞耻，反而像只护食的母鸡，一把将我推开。够了！赵远林，不就是块破表吗？严李平时帮了咱家多少忙？金宝考双100分是他辅导的，家里的油水票是他给的。你没气质，带着这金表也像个250，送给严李，怎么了？就当是给他的谢礼了。谢礼？他干着原本属于我的工作，拿着原本属于我的工资，住着原本属于我的宿舍。现在连我爸留下的最后一点遗产都要谢给他。李清玉，你这良心是被狗吃了，还是原本就是黑的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李清玉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一旁刚被我抱出来的如如。我看你是被这丧门星迷了心窍，为了个捡来的贱丫头和一点破首饰，就在这儿不依不饶的为难家人。赵远林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你要是再这么得理不饶人，咱俩就真离婚。到时候你带着这个小野种去街边要饭，别想从我这儿拿走1分钱。他依然觉得这2个字是他的杀手锏，觉得我离了他就活不下去。如如被李清玉那副要吃人的样子吓坏了，他的小手死死拽着我的衣角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如如竟然挣脱我的手，跪在地上，对着李清玉拼命磕头。玉姨，求求您别生远离叔的气，是如如不好，如如这就回牛棚住，求您别离婚，别赶远离叔走。那清脆的磕头声一声声撞在我心尖上。赵金宝竟然猛地冲过来，但是不小心没站稳，自己摔了个四仰八叉。李清玉和陈延礼的眼睛瞬间红了，那副模样简直像是有人杀了他们的命根子。你敢打我儿子？清玉，这孩子太没教养了，当着面就敢推金宝，长大还得了？那一刻，我彻底愤怒了。我大步跨上前，一把抓住李清玉的脖子，在他惊恐的尖叫声中，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反手就是一记重于千斤的耳光。李清玉被我扇得原地转了半圈，直接撞在了陈延礼怀里。这一巴掌是替我女儿还你的！不等陈延礼开口咒骂，我猛地回头，对着那张伪善的脸，左右开弓，又是狠狠一记重击。这一巴掌是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老婆儿子的！陈延礼的金丝眼镜被打飞出去，斯文的脸瞬间肿成了猪头。我抱起地上的如如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眼神阴沉的如地狱归来。李清玉，这婚离定了。说完，我带着如如大步离去。我要去县里，我要让这对奸夫淫妇血债血偿。天色渐暗，我带着如如从县城回来时，我只觉得浑身轻快，连这闷热的空气都顺眼了不少。一进院子，李清玉正翘着2郎腿在树荫下嗑瓜子，见我空手回来，老大的不乐意，吐掉嘴里的皮子就嚷嚷：赵丽，你死哪儿混去了？这都几点了？
旁边赵金宝也跟着起哄。你赶紧把起小爷的书包拎进屋，再去给我倒杯白糖水，我要渴死了。若是在往常，我早就陪着笑脸去忙活了。可现在，我连个眼神都懒得施舍给这两个烂人。我没说话，只是冷着脸烧了一大锅热水。在李清玉刺耳的咒骂声和赵金宝的叫嚣声中，我仔仔细细的给如如洗了个热水澡，洗去了她那一身牛棚里的酸臭味和污垢，换上我刚从县城买回来的花背心。如如像个刚剥开壳的白果。我正回屋快速打包着属于我的那点可怜东西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，震得窗户纸都颤了3颤。火着火了，救命啊！我心头一惊，一个箭步冲出屋子，只见东边的柴房浓烟滚滚，火舌已经舔上了房梁。这场景竟然与上辈子牛棚着火时如出一辙。上一世，赵金宝拿着陈延礼给的炮仗追着如如放，一路追进牛棚，最后点燃了干草。我当时为了救赵金宝，眼睁睁看着亲生女儿葬身火海。这一世，我虽然锁了牛棚，却没料到赵金宝竟然又在柴房玩火。火海中，如如被困在死角，被浓烟呛得缩成一团，却因为怕给我添麻烦，愣是一个救命都没喊。而赵金宝则在门口不远处正张牙舞爪的哭嚎：“爹，救我！你快进来救我啊！我要是被烧着了，我妈不会放过你。”院子里，李清玉和陈延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可那陈延礼平时装的一副大义凛然、博学多才的样，真到了火场面前，却吓得双腿打颤，半步都不敢靠近。李清玉看见我，像是看见了替死鬼，猛地冲过来，死命将我往火海里推。赵远林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金宝在里面，那是你亲儿子，你快进去救他！见我不动，他急得五官扭曲，尖叫声变了调：“你这个丧良心的！非亲非故的小野种，死就死了！金宝要是少一根汗毛，我让你抵命！”陈延礼也跟着在旁边虚伪的喊话：“林哥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金宝还小，他是咱们公社未来的希望啊！你快去吧！”多么可笑的一幕！明明是他们的亲儿子，却逼着我去送命。我顶着灼人的热浪，一头扎进了柴房。爹，接我！赵金宝见我冲进来，想都不想就张开双臂要往我怀里钻。慢死了！回去我就让陈叔叔开除你！我径直冲向角落，在如如惊愕的目光中，一把将她死死搂进怀里，用湿衣服蒙住她的口鼻。别怕，爸爸在。随后，我抱着如如，大步流星的往外冲。艾琳，你疯了！你抱那个野种干什么？放下他去抱金宝啊！李清玉在外面看见我救的是如如，气得几欲吐血，疯狂地跺着脚。就在我踏出房门的瞬间，沉重的房梁带着烈火，死死挡住了进出的唯一通道。赵金宝在里面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，李清玉和陈延礼彻底崩溃了。那一刻，潜意识里的母性和本能终于战胜了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谎言。小宝，我的儿子，小宝别怕，妈妈在这儿，妈妈这就救你。陈延礼也顾不得斯文了，他整个人瘫软在地上，哭得涕泗横流。儿子，爸爸这就想办法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院子外帮忙救火的邻居们刚好赶到，听到这爸爸妈妈的呼唤，所有人手里的水桶都僵住了，大家面面相觑，眼里全是惊骇。什么？陈副主任和李镇长候选人是赵金宝的亲爹亲妈？而我就站在大火前，抱着我的如如挺直了。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对彻底失态的狗男女，说道：“李清玉、陈延礼，你们终于说实话了。我赵远林只救自己的亲生女儿。”人群之后，一个穿着板正中山装的中年人缓缓走了出来，那是我拿命担保才请来的县联社主任周建国。周主任的面色此时黑得像锅底灰，他盯着狼狈不堪的陈延礼和李清玉：“别发愣了，先救人，等人救出来，你们两个好好跟我解释解释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”周主任那低沉且带着威压的声音穿透了浓烟和哭喊，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院子里每个人的心头。原本嘈杂的院落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李清玉和陈延礼原本还纠缠在一起，脸色瞬间煞白。县联社主任周建国，这个掌握着全县供销系统生杀大权、刚正不阿的硬汉，竟然就站在他们家破旧的院门口，一双如鹰隼般的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。救命啊！疼死我了！柴房里，赵金宝又是一嗓子凄厉的哀嚎，终于撕碎了这恐怖的寂静。众人如梦初醒，纷纷拎起水桶脸盆向火场浇水。我紧紧搂着如如站在阴影里，看着陈延礼像疯了一样，不顾身上那件昂贵的白衬衫，竟然直接拉起浇地的大水管，不要命的往火里钻。讽刺实在是太讽刺了。上辈子同样的大火，那时候着火的是牛棚，被困在里头的是我的亲女儿如如。我跪在地上求邻居，求李清玉去救孩子，求陈延礼帮帮忙。可陈延礼当时是怎么做的？他慢条斯理地拍着身上的灰，说水管坏了，说火太大太危险。而李清玉，他抱着毫发无伤的赵金宝，一脸冷漠地看着我，甚至还小声咒骂：“那就是个丧门星，烧死也无妨。”最后火灭了，我的如如被发现时早已变得焦黑，她蜷缩在角落，手指还死死抠着墙缝，
到死都在渴望有人能拉他一把。可那对畜生，一个笑嘻嘻地说：“幸好我们家金宝没事。”一个咒骂死掉的女儿是白吃粮食的货。在大水管的冲刷下，我是很快被压了下去。柴房里冒出阵阵黑烟，陈延礼灰头土脸的冲进去，像是抱个祖宗似的，把哭得快断气的赵金宝抱了出来。金宝啊，金宝啊！李清玉发疯似的哭喊着，那心疼的模样，恨不得当场替孩子去死。赵金宝浑身被熏得漆黑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爸爸，我要爸爸抱。这一声爸爸，喊得在场的邻居们全白了脸，纷纷看向脸色铁青的周主任。陈延礼的身体僵住了，他眼里满是心疼，那双一直想伸出去的手在半空中剧烈颤抖，可一接触到周主任那冰冷的目光，他又像触电一样猛地缩了回来。小宝，你爸爸在那儿呢，别乱喊。李清玉也反应过来，现在可是保住官职的关键时刻，他转过头，眼睛充满怨毒和愤怒地看向我。赵远林，你还在这儿装什么？你还是不是个人？就个捡来的赔钱货，冲得比谁都快。亲儿子在火里烧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听见吗？儿子喊你呢，还不快过来哄哄？袁林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孩子再怎么着也是你亲生的啊。就是，孩子受了惊吓，乱喊人是正常的，你得大度点儿。看着这群被蒙蔽的人，我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。我怀里的如如被我的冷笑吓到了，小手紧紧攥住我的衣领，我一步步从阴影里走出来。别乱说，我可当不起他的爹。谁的孩子谁救，谁的孩子谁哄。赵金宝的亲爹就在这儿呢，你们两位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赵远林，你给我闭嘴！赵远林，你给我闭嘴！他像是受到了奇耻大辱，再次拿出了他那套百试不爽的伪善演技。他对着邻居和周主任深深鞠了一躬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大家，还有周主任，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看笑话了。远林哥，他可能心里对我有些误会。我知道我平时看金宝聪明伶俐，辅导他功课多了点。小宝这孩子心事跟我亲，远林哥肯定觉得我抢了他的风头。”说着，他看向我，满脸的失望与痛心。远林哥，你可以恨我，甚至可以去公社举报我，但你不能拿孩子的命开玩笑啊！你对那个养女如珠如宝，对金宝却从来不闻不问。孩子潜意识里觉得我比这个当爹的更称职，难道这也是我的错吗？李清玉赶紧接上戏，泼妇似的指着我：“哎，周主任，您评评理！他赵远林就是个自私自利的疯子，他不光不管亲赖亲儿子，现在还要为了给那个捡来的丫头争宠，硬把要把这种脏水往我和眼里身上泼，他这是要把我们逼死啊！”两人一唱一和，竟然又把局势带了回去。我听着陈延礼和李清玉在那儿一唱一和，心里的火烧得几乎要从胸膛里喷出来。好笑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不关照赵金宝。我盯着那个躲在李清玉身后，满脸嫌恶看着我的小畜生。没人比我更清楚，为了养大他，我付出了什么。他刚出生时，李清玉借口产后虚弱，连奶都不肯喂一口。是我每一个寒冬腊月的深夜，顶着刺骨的北风爬起来，笨手笨脚的烧热水冲奶粉，抱着他满屋子晃悠。为了带他，我在背上绑了个小木椅子，下地干活背着，上山砍柴背着，甚至去供销社扛麻袋也背着。这副30出头的身架子硬生生熬坏了，到现在后腰还像扎着针一样疼。结果呢，陈延礼只是偶尔路过，拿块过期的水果糖哄哄他，他就成了好叔叔。而我这个当牛做马的亲爹，反倒成了他嘴里又脏又臭的狗东西。周围的邻居们却被陈延礼那番话蛊惑了，议论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。也是啊，赵元林对这捡来的丫头也太好了点，邪性。主任，要是远林哥真的这么容不下我，我愿意申请调岗去最艰苦的乡下，只要他们一家3口能和睦就行。好一副舍己为人的白莲花像。邻居们纷纷叹气说我心胸狭窄。陈延礼见火候差不多了，抹了抹眼角不存在的眼泪，眼神阴毒的补了致命一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远林哥，你干嘛平白无故对那个养女那么好啊？宁可让亲儿子在火里烧，也要救他。该不会这孩子根本不是捡来的，而是你在外面跟哪个女人生的私生女？院子里瞬间像炸开了锅。私生女？怪不得，怪不得，他为了这个丫头要跟青玉闹离婚。赵元林，你这心肠也太黑了吧！自己出轨，还把私生女领回家，让老婆养。甚至连县联社的主任周建国也皱起了眉头，眼神中透出一丝被愚弄的愤怒。毕竟半天前我可是闯进他办公室，言之凿凿说要举报妻子通奸的。我还没开口，怀里的如如却先崩溃了。赵元林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他猛地挣脱我的怀抱，对着周围那些面目狰狞的大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求求你们，别骂远林叔了。远林叔是好人，
当初冰天雪地是他把我捡回来的，要不是他，如如早就冻死了。我一把把他抱住，在所有人目光中爆发出积压了2辈子的怒吼：都给我闭嘴！如如她不是私生女，更不是什么捡来的野种。我死死盯着周主任，又扫视过每一个邻居。她就是我赵远林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相连的亲生女儿。她就是我赵远林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相连的亲生女儿。全场死寂，只有赵金宝在远处的抽泣声。女儿如如也僵住了，她挂着泪珠的眼睛里满是不敢置信，瘦弱的小手死死抓着我的衣角。周主任勃然大怒：赵远林，你简直是在胡闹！你上午说金宝是陈眼里的种，现在又说如如是你亲生的，你当这孩子是面团捏的，像是谁的就是谁的吗？主任，我没胡闹。我指着瘫坐在地的李清玉，冷笑道：这得问问李清玉同志，7年前他在临镇医院生孩子时，是怎么亲手把刚出生的亲女儿扔进雪地里，又是怎么伙同奸夫陈眼里，把他们偷情下的赵金宝换到我怀里，让我帮他们白养了整整7年。这一席话如平地起惊雷，原本指责我的邻居们全傻了，一个个张大了嘴。爸爸！如如哭着扑进我怀里，那声爸爸喊得撕心裂肺，喊得满院子的人都红了眼眶。李清玉的脸在那一刻白得像纸，她嘴唇颤抖着，还想垂死挣扎。你血口喷人，赵远林，你没证据就在这儿编故事，你那是犯法的，大家别信他的，他是想毁了我，想毁了眼里。陈眼里也跟着叫嚣。证据呢？没证据你就是诽谤。我冷冷地看着这2个跳梁小丑，算算时间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我抬起头，看向院门口那条蜿蜒的山路。证据？你怎么知道我没证据呢？一辆牛车缓缓停在院门口，车上坐着的是一个穿着旧蓝褂子、面容严肃的老妇人。看见那个老妇人的瞬间，李清玉和陈眼里像是见了鬼一样，整个人抖得跟筛糠似的，彻底崩了盘。牛车的轴承发出吱呀吱呀的酸腐声，在这死寂的院落里显得格外刺耳。车上坐着的老妇人姓李，是隔壁镇出了名的接生婆兼月子婆。她那张如老树皮般的脸上，一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在院子里扫了一圈，最后定格在缩成一团的陈眼里和李清玉身上。我拉着李婶的手，缓缓走上前，冲着脸色惨白的李清玉扬了扬下巴。李清玉，也不用我介绍了，这位老人家，你们应该刻骨铭心吧？陈眼里像是被针扎了一样，猛地往后缩了一步，低着头，恨不得把脸埋进胸膛里。李清玉更是抖得像风中的残叶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蹦不出来。李婶啐了一口痰，嗓音沙哑却响亮：李清玉，李家的那个大闺女，还有这个整天黏着她的陈家小子陈眼里。李婶指着李清玉，对着围观的邻居和面色阴沉的周主任大声道：7年前，这俩人揣着肚子跑我那儿。李家跟陈家那时候闹得水火不容，这闺女没结婚就怀了种，怕被村里人戳脊梁骨，特意跑了几十里地找着我，给了我整整20块钱，那可是大钱呐！就为了托我瞒天过海，照顾着闺女躲在屋里生孩子。此话一出，院子里原本压抑的议论声瞬间像炸了雷。20块钱，那时候20块钱能买多少粮啊？怪不得那时候李清玉消失了大半年，说是去县里学习，合着是躲起来生野种了。我听着周围的议论，心里却只有阵阵冷笑。这还是上辈子赵金宝那个小畜生亲口告诉我的。上辈子他考上大学后彻底翻脸，把我扔在牛棚里等死时，为了看我痛苦，他特意请了李婶来家里吃饭。那天陈眼里坐在红漆大桌前，一边吃着自由的红烧肉，一边炫耀当年他们躲在小镇时的甜蜜时光。他嘲笑我是个纯种的蠢货。他说李清玉怀我的如如时，他们天天对着李清玉的肚子骂那是贱种。我照顾孩子累得发烧晕倒时，李清玉却假借出差跟他去省城旅游住宾馆。那些话字字如刀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。李婶还在继续，她指着陈眼里胸口的挂坠，突然大喊：我记得那小子有个宝贝坠子，里面藏着照片呢。当初孩子刚生下来，说孩子不能跟他姓，非要去镇上照相馆照张合影留念。陈眼里浑身一震，下意识的去捂吊坠。晚了，我像一道黑色的闪电，猛地冲上去，在他惊恐的叫喊声中，一把揪住他衬衫下的吊坠，咔吧一声，一枚精巧的铜色挂坠落入我手心。陈眼里疯了似的想扑过来，还给我！赵远林啊，你强盗！你！我一脚将他踹开，在周主任和众人的注视下，猛地按下了挂坠上的隐蔽开关，露出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小照片。照片上是陈眼里抱着孩子，照片里的孩子这儿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青色胎记，咱不如现场验一验，看看赵金宝身上有没有。我不要，你们走开！可几个愤怒的邻居已经冲了上去，一把扯开了裤脚，一块铜钱大小、形状如出一辙的青色胎记赫然显现在众人眼前，人群彻底沸腾了。天爷呀，真的是一模一样！这还要什么证据？这就是陈眼里的种啊！
亏咱们以前还觉得陈副主任是正人君子，合着是把亲儿子养在隔壁家，让老实人当冤大头啊！陈延礼瘫坐在地上，脸色灰白，像是瞬间老了10岁。李清玉张开双臂护在陈延礼面前，对着邻居们咆哮：“滚，都给我滚！看什么看？陈延礼他记错了不行吗？这照片里的不是金宝，是他亲戚家的孩子。他喜欢小孩抱着合照一张，怎么了？”他死死盯着周主任，还在妄想利用自己的职位压人。周主任，这都是赵远林使的手段，他在临镇雇了人来演戏。孩子有胎记是巧合，天底有胎记人多了去了。说着，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阴毒的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。他凑近我的耳朵，咬牙切齿的威胁：“赵远林，你给我等着！今天主任在这儿，我不动你，等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和那个小贱货！我要让你在公社待不下去！”到了这一步，他竟然还在想着怎么害我的如如。回家，李清玉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你以为我赵月玲这7年，真的只是个没长眼睛的瞎子吗？如果这些还不够，那咱们就聊聊，当年在咱们镇卫生院，你是怎么在接生大夫的配合下，亲手把我的亲生女儿换成了这个野种的？李清玉，你看看那个大夫，我也请来了。我这时对着院外又招了招手。话音落下，人群中走出一个戴着老花镜、身穿洗得发白的白大褂的老妇人。李清玉的瞳孔在那一瞬间彻底涣散了。我一把从人群里拉出那位头发花白、穿着白大褂的婶子，她的手在发抖，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积压多年的决绝。我冷冷地看向李清玉，这位想必李镇长候选人更不陌生吧？镇卫生院最有经验的接生大夫王大夫。王大夫一站出来，李清玉那张原本就惨白的脸，此刻竟透出一种死人般的灰败。当初她怀胎10月，我像公祖宗一样供着她，她要吃酸的，我半夜跑遍半个镇子给她寻摸；她要吃甜的，我舍不得买烟抽，把钱省下来给她买点心。产房外，我焦急等了一夜。王大夫抱着孩子出来时，我就看了一眼，觉得那孩子眼神直勾勾的，不像我，却也没多想。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那产房里发生的哪是生儿育女，那是杀人诛心。主任，我有罪，我检讨。王大夫突然对着周主任深深鞠了一躬，声音颤抖却响亮。7年前，李清玉生孩子那天，他偷偷塞给我50块钱，我鬼迷了心窍，配合他玩了一出狸猫换太子。赵金宝根本不是那天出生的，他是李清玉和陈延礼私下的种。比如如早出生了整整8个月，但这孩子是7个月的早产儿，生下来就剩一口气，在乡下偷偷养了8个月，也还是病恹恹的，瘦得跟刚出生的猫崽子没区别。那天李清玉足月产下了赵远林的亲生女儿如如，如如发育得好，个头大。李清玉心狠啊，他为了让情人的儿子有个名正言顺的家，趁着赵远林在外面忙活，让我把养了8个月的金宝换了进去，把刚出生的如如给了陈延礼抱走处置。赵云又是个老实汉子，他哪懂得这养了8个月的早产儿和刚出生的足月儿有什么区别？他只以为这孩子长得快。胡说！你这个老疯婆子！赵远林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这么编排我？李清玉尖叫着冲上去，那架势像是要把王大夫活活撕了。陈延礼也急了，愤怒地吼道：“主任，这绝对是诬告！一个接生大夫话怎么能信？赵远林这是串通好了，要毁了我们的名誉。”我护在王大夫身前。王大夫这些年一直对我心里有愧，这些年他没少明里暗里提醒我。李清玉，你以为钱能买通一切，却买不走一个人的良知。李清玉死鸭子嘴硬，一把拉住陈延礼的手，两人像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死命抵赖。证据呢？这种空口白牙的话，去公社告我也没用。看什么看，都不要回家吃饭啊！就在两方僵持不下，周主任的脸色已经阴沉到极致时，火场那边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惊呼：“医生，快来看看，金宝这孩子情况不太好。”医生，快来看看，金宝这孩子情况不好。村里的大夫正赶来给刚救出来的赵金宝检查身体。李清玉一听，当即魂飞魄散，立刻向那边跑。我的金宝，你怎么了？大夫，你快救救他呀！大夫面容极其严肃，他一把扯开赵金宝腹部的衣服，只见刚才还只是熏黑的腹部，此刻竟泛起了一层层恐怖的水泡，大面积的皮肤已经焦黑溃烂。坏了，柴房里的干草堆里混了火碱，金宝这伤不只是火烧，还有腐蚀。这伤口如果不处理，很快就会感染。我看恐怕需要立刻植皮。植皮这2个字对这个年代的农村人来说，简直像是天书。李清玉和陈延礼顿时懵了，异口同声地问：“什么是植皮？”就是从大人身上割下一块皮补到孩子背上。哦，这种手术排异性极高，为了孩子的命，皮肤必须对孩子的亲生父亲血缘越近，孩子活下来的机会才越大。大夫环视一圈，
目光最后落在我和陈延礼身上。你们现在决定一下，谁来植这个皮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如果亲爹不出力，这孩子辈子毁了，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。所有的目光都像刀子一样，齐刷刷地定在陈延礼身上。李清玉彻底慌了，他那引以为傲的冷静瞬间崩塌。他看看在地上失去意识的亲生儿子，又看看面色阴晴不定的陈延礼。李清玉彻底慌了，他那引以为傲的冷静瞬间崩塌。他看看疼得在地上抽搐的亲生儿子，又看看面色阴晴不定的陈延礼。最后，他竟然在绝望中爆发出一股卑劣的希望，颤巍巍地指向我。是赵远林，他是金宝户口上的爹。你快去救金宝啊！你割一块皮怎么了？你以前不是把他当亲儿子疼吗？李清玉，你刚才不是还说王大夫在造谣吗？你不是口口声说金宝是我的亲儿子吗？你可要想清楚，到底谁是亲爹？我不过是个替你俩养孩子的冤大头。大夫刚才说了，必须是亲爹。别拿孩子的命当儿戏，万一出现排异，孩子可能直接就没了。赵远林，你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不是他亲爹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不是。至于谁是，谁心疼谁就是。陈延礼的脸色在这一刻精彩到了极点，如果不承认他的亲骨肉可能就要死在他面前。疼，妈，爸爸，救救我！那声爸爸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跪在地上，对着周主任和大夫喊道：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赵远林不配，他的血跟小宝合不来，割我的，求求你们，快救救我儿子！这一声，我儿子如同万钧雷霆，彻底劈碎了这8年来的所有谎言。周主任闭上了眼，深吸一口气，随后猛地睁开，眼神中满是厌恶与肃杀。陈元礼、李清玉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随着陈延礼那声近乎绝望的快救我儿子，整个院子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。刚才还指着我鼻子骂，帮着李清玉说话的邻居们，此刻一个个张大了嘴，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，半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紧接着，死寂被一阵如潮水般的议论声淹没。竟然是真的！陈延礼平时像好人，居然做出这种事情。赵元这些年哪是过日子啊，那是给仇人当牛马呢。自己亲生闺女在那透风的牛棚里待了1年，假儿子被照顾得舒舒服服。议论声像是一记记无形的耳光，抽在陈延礼和李清玉脸上。我低头看向怀里的如如，她紧紧抓着我的衬衫，小小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。是啊，我太蠢了。上辈子我把赵金宝捧在手心里，怕他磕着碰着，每一口肉都紧着他吃。可我的如如呢？她在牛棚里和苍蝇蚊子作伴，在寒冬腊月里冻得缩成一团，甚至连一碗热粥都是奢侈。这7年，我养活了一个白眼狼，却让我的亲骨肉在地狱里挣扎。怒火如同沉寂已久的火山，瞬间喷发。我放下如如，一步步穿过人群，走向那对瘫软在地、互相搀扶的狗男女。远林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被逼的。这一巴掌打得他脑袋猛地偏向一边，半口牙都松了，整个人摔在泥地上。这一巴掌是替我爸妈打的，他们到死都以为你是好媳妇儿。没等陈延礼反应过来，我反手也给了他一巴掌。这一巴掌是替如如打的，你霸占了我的工作，还让你的野种欺负我的女儿，你这种畜生也配当人！陈延礼被打懵，却还捂着脸，颤抖着指着火场方向叫道：赵远林，你打我也没用，先救小宝，我是他亲爹，我这就割皮救他。医生，快带我手术！我看着他那副急着献祭的模样，突然停住手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，轻声笑道：陈副主任，先别忙着割皮，忘了告诉你，这植皮的手术呢，是我请大夫专门为你演的一场戏。赵金宝背上那点伤，抹点红药水过紧就结痧了，根本用不着植皮。陈延礼的眼珠子猛地一突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像个滑稽的木偶。你炸我！没文化是真的可怕，连这种最基本的医学常识都不知道，还整天装出一副读书人的清高模样。陈延礼，要是你不主动认领，这换孩子重罪，我还真得费点功夫去查证据。可现在是你当着县联税主任的面，亲口承认了这野种是你的亲生骨肉。赵玉林，我要是打了你！够了！县联社主任周建国大步走上前，他此刻的脸色已经不仅仅是难看，而是透着一股铁血般的肃杀。陈延礼、李清玉，你们不仅作风败坏，甚至舍先弃隐，霸占公职，你们2个简直丢尽组织的脸！陈延礼瞬间蔫了，瘫在地上成了默不作声的鹌鹑。周主任效率极高，当着全村人的面直接宣布了决定：陈延礼即刻起撤销供销社副主任职务，开除公职，等待组织进一步调查处理。李清玉，镇长候选人资格取消，撤职查办，终身不得担任公务岗位。不仅如此，由于陈延礼的工作名额本就是霸占我的，周主任当场拍板，将供销社的正式职位还给了我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到了上辈子灵魂深处的枷锁破碎的声音。半个月后，离婚手续办妥，
李清玉和陈延礼被判归还我几百元钱，那是这些年我寄给李清玉的工资和家里为他们挥霍的遗产。这笔钱在1985年足够我和如如重新开始。搬离那个家的时候，我只拎了一个破木箱子，里面装着我的几件旧衣服，还有如如那几件洗得发白的补丁褂子。房子是李家的，我不要，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沾满了让我作呕的谎言。爸爸，我们以后住哪儿？如如拉着我的手，眼神里有对未来的不安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。组织给爸爸申请了员工宿舍，就在供销社后头。以后咱们有自己的家了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我抱起他，亲了亲他的小脸蛋。再见到李清玉和陈延礼，是在1个月后。那时我已经换上了整洁挺阔的深蓝色供销社制服，头发里的利索，整个人精神抖擞地站在柜台边，而门外那几个身影正一步一挪地朝这边走来。1985年的秋天来得格外爽利，我坐在供销社宽敞明亮的柜台后面，穿着一身崭新的深蓝色制服。以前买不起这种雀凉衬衫，现在我一口气买了5件，每天换着穿。我的手不再像以前那样满是泥垢和老茧，渐渐养回了当年的白净。更让我欣慰的是，如如现在脸上终于长了肉，白白净净，透着一股子灵气。今天我特意给如如扎了2个麻花辫，系上鲜艳的红领巾。她背着新买的帆布书包，走路都带着风，那是去上学的脚步声。爸爸，我去学校啦！慢点跑，放学了爸爸给你做红烧肉吃。正缩在电线杆后面，像3只阴沟里的老鼠，死死地盯着这里。那是陈延礼一家3口。现在的陈延礼哪还有半点当初副主任的威风？他那头精心打理的头发已经乱成了鸡窝，衬衫领子黑得发亮，整个人憔悴的眼窝深陷。而李清玉更是凄惨，他被以前欺负的村民打了一顿。这个被宠上天的小孩子彻底成了陈家人的噩梦。我要吃糖，我要吃进口巧克力，快去给我买啊！金宝，妈真的没钱了，你先忍一忍，等以后有了钱再给你买。干嘛呀，坏家伙！以前跟着那个老实人，每天都能吃上红烧肉，现在跟着你们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我要过以前的好日子。听着亲生儿子的话，陈延礼和李清玉对视一眼，眼里全是悔恨和绝望。他们为了这个种算计了一辈子，到头来养出了一个要他们命的魔鬼。就在这时，他们路过供销社，陈延礼看着柜台后面意气风发的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疯狂的嫉妒，随即又迅速低头。可赵金宝却突然发了疯，他看见了我，更看见了我柜台上摆着的半块刚切开的腊肉。赵金宝猛地甩开陈延礼的手，爹，你看看我！张开双臂想抱我，哭的那叫一个凄惨。爹，我错了，那个姓陈的又穷又酸，他根本不配当我爹。你回家好不好？你以后还是我最亲的爹。就在这时，放学回来的如如正好看到了这一幕。这个曾经懦弱、卑微，只敢缩在牛棚里哭的小女孩，此刻像一只护崽的小狮子。这是我爸爸，你这个偷别人爸爸的坏孩子，给我走开！我爸爸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你姓陈，回你的烂泥地里去！我满意的扬起嘴角，我的如如终于在我的呵护下长出了锋利的爪牙，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赔钱货了。如如，乖，咱们不跟外人一般见识。我居高临下的看了一眼狼狈的赵金宝，淡淡的推开了他的手。赵金宝，听清楚了，我赵远林这辈子只有如如一个孩子。至于你亲爹在那儿呢？我指了指金宝后面面如死灰的陈延礼。眼见我要收起那块腊肉，一直躲在阴影里的李清玉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整个人消瘦了一大圈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再也没有了往日准镇长夫人的派头。他一瘸一拐地挪到柜台前，眼神死死盯着那块肉，又看看哭得满脸大汗的赵金宝，最后竟厚着脸皮看向如如，声音沙哑又带着一丝卑微的讨好。如如，好孩子，我是妈妈呀。你看看金宝哥哥饿得都走不动道了，你能不能让你爸把那块肉给妈？就当是妈求你了。你小时候最听话了，妈知道你心肠最软。如如听着这些话，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，但很快她的眼神变得比冰雪还要寒冷。我快被冻死在牛棚里的时候，你在给赵金宝喂细粮。我被赵金宝按在泥地里打的时候，你在心疼他的手疼不疼？那时候你怎么不记得你是我妈？李清玉的脸涨成猪肝色。如如，妈那是不得已，妈现在后悔了。你的后悔是因为陈延礼没让你当上太太。如如厌恶地退后一步，指着大门外，这肉是我爸爸辛苦挣来的，是一片片喂给我这个亲生女儿吃的。至于你们，李清玉被如如眼里的决绝吓得僵在原地，那是她从未见过的彻底死心的眼神。如如一字一顿地说道：哪怕这肉臭了烂了喂狗了，也跟你们没关系。关门下班。我拎起那块红白相间的五花肉，牵起如如的手，连头都没回，消失在远处，盯着我们的背。赵金宝瘫在地上，绝望地回头看向陈延礼。爸妈，
我也想吃肉。陈延礼看着他，眼神里却不再有慈爱，只剩下一片冰冷的厌恶。为了这个孩子，他丢了官，丢了脸，丢了这辈子所有的体面。可这孩子竟然为了块肉就要当众管别人叫爹。你不是想让他当爹吗？那你去找他，没钱养你这个白眼狼！陈延礼厉声尖叫，猛地甩开赵金宝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李清玉看着跑掉的陈延礼，又看看地上的赵金宝，他那双曾经算计一切的眼睛里，终于流下了悔恨的眼泪。他没有去拉赵金宝，而是悄悄的一瘸一拐地引入了人群。后来，我零星听到了关于他们的消息。陈延礼去了遥远的南方，据说在码头做体力活，死在了一场斗殴中，连块墓碑都没有。赵金宝被组织部的人送还给李清玉时，还没来得及批评他，就在家门口就看到在悬梁上摇晃的黑影。最终，赵金宝被送进了孤儿院。几年后的秋天，如上初中了，他是全校闻名的优等生。学校组织慰问活动，去县里的孤儿院进行诗朗诵表演。我作为家长代表，借了一台海鸥牌相机，笑着站在台下给女儿拍照。台上的如穿着洁白的校服，站在舞台正中央，大声朗诵着关于阳光与新生的诗句。就在这时，我的余光瞥见舞台侧角的阴影里，有一个瘦小萎缩着身躯的孩子，正死死地盯着我。爸爸，救救我！那是赵金宝，但我连头都没有转一下。上辈子的债，这辈子的怨，早在那个火场之后就两清了。如看爸爸这里，笑一个。我按下快门，镜头里是女儿如花般灿烂的笑脸。在这个时空里，那些腐烂的、恶心的、丧尽天良的过去，再也不重要了，幸福才刚刚开始。